子慧，你有没有跟你的另一半谈到钱？我不只是说吃东西谁付钱啊，我付钱等等，就是真的是理财。当然有啊，有啊就是如果说你有一段长期的感情，我觉得都是要往未来有规划嘛，所以肯定就是离不开钱这个东西啊。所以是比较稳定了啦，你们的关系。因为一开始不是说不谈而是没有那个契机啊。我觉得是因为，毕竟你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你不可能就是我一来就跟对方说，你要出钱吗？还是我要出钱？对，很怪，对吗？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你已经踏入了就是比较稳定期了，就是过了我们所谓的热恋期过后来谈钱，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啦。我们有一句话叫谈钱伤感情，我们今天就要谈钱，就是情侣之间如何理财。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你好，我是Andrew静和，我是萧子慧。今天参与我们的讨论的嘉宾，他是大华银行集团个人财务服务部富裕客户群主管林培峰 Winston。Winston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在这个话题当中 ，Winston 他会分享一些个人的看法，但也是有一个专业的角度哦。我们讨论的就是情侣之间如何谈钱这件事。那你有什么看法呢？你刚才说了一句话，就谈钱伤感情。确实，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确实是有看到了客户家庭因为钱闹矛盾。我觉得这种矛盾在情侣之间应该也会有吧，就像。因为钱确实是个很敏感的问题，我们常说钱不是万能的，不过没钱也万万不能，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种话题有时候如果没有用一种比较很微妙、很刚刚好的那种温度跟方式来说的话，有时候会是分手的那个导火线。个人我有没有看到？有看到这个，不过当然也不是说100个里面看到二三十个，就说确实是有。我觉得你用温度来形容好恰当哦，不是不谈，而是谈了过后你是怎么谈？怎么谈啊？谈跟怎么谈都很重要。所以你看我觉得我以前听到的，哪怕当然我今年已经过50了。所以不过有时候我能看到的是，有些话题上好，比如说一方说你不买这个或你不做这个，就表示你不够爱我，对吗？然后或者说有时候我看到的是，有一方在另外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去背了很多债，或者第三个是有一方觉得自己比较懂，去藐视另外一个对财务的这种观念。我觉得这些都是苗头。所以一般看到这些的话，哪怕是身边的亲朋戚友啊，还是客户，我都会说你们可能要不要找一个专家还是什么的，就是坐下来跟你们聊一下你们家里，还是说你们的一些理财啊，跟一些财务规划，这方面的这个需求了。关于这个题目，我今天比较像是旁观者，因为我单身。子慧的目前的状态是。OK， 就是我现在跟另一半呢，就是计划我们是准备结婚啦，所以就是说，恭喜，对，谢谢，太棒了！今天你的财务顾问就在这里了。是，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计划就是说，我们2个人会有一个目标啦，就是说每个月我们定期每一个人要存多少钱，就是 for 我们的那个整个的婚礼，比如说可能去拍婚纱照啦，可能你去办喜酒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说，我们每个月可能一人出500新元呀，就是来存这个东西，然后就是计划是在明年的时候，就是把所有的费用就是统一用那笔钱来出。我觉得就是比较，因为我不是我比较喜欢一人一半。就是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像我身边的朋友，他们就会说，可能男生赚比较多，就 OK 啦，男生就出一些比较大数额的，对吗？但是我个人会就比较倾向，就是我们还是公平，就是一人50-50呀。因为我也是有那个能力，所以不同的观念了，所以遇到不同的观念应该怎么处理？因为比如说你是50-50的，有些是可能是女生赚比较多。对所以不一定。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很多都是女生赚钱，比男生多。是。其实这个没有一个统一说法。不过刚才我觉得，我倒是想问您说，你跟你的未婚夫，是怎么开始讨论这个话题？因为可能从他角度，他觉得他可能
需要给的比较多，他甚至觉得说我们现在不需要存这个钱，等船到桥头自然直，等到那个时候再来去。所以你们是怎么开始？怎么谈？对，怎么开口？我想知道说，当今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谈这个问题？他2024年的时候就跟我求婚，然后就因为求婚了嘛，对吗？就准备就是要结婚的那个阶段，所以我们就说，我们需要开始去想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当然，因为你在求婚过后，你当然会去网上搜一些资料嘛，就看一下，过往那些人分享说他们办婚礼啦、结婚需要多少钱，然后。因为我个人是想说，我不希望为了这些钱而吵架，就是你要有一些足够的钱了之后，你才来做你想要的，而不是说好像所谓的你刚刚说的船到桥头自然直，对吗？对，所以我就有跟他说，就是要不然我们就是开始筹备，就是想一下我们要怎么做，然后我们的预算在哪里，那每个月要存多少钱，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去开始，对。所以我觉得你这样的方式挺好的，这也是给年轻人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去成立一个类似所谓的联名账户，你可以甚至把它定向，把这个账户叫为说梦想账户，对吗？这个账户你们可以一起去存，把你们想要做的事就用这个账户去实现。它可以现在帮你办婚礼，以后帮你完成你的拥有自己的家的梦想，甚至去买车，以后供小孩去上学等等的。所以你们现在是有一个联名户口吗？还是没有？还没开哦，还没开，要准备开。但是现在我们的方式就是每一个人固定就拿出那一笔500元。对，然后就是之后放哪里？自己放自己的户口啦。对，就是自己放自己户，但是我们有记录的，我们就是要 record， 对，这个很重要，我觉得。互相审计啊，对，然后就是等到过后就注册了，就去开一个联名户口，这样子就是可能以后要买房啊什么的，都从那个户口去。如果说其实你们有这样的计划。跟这样的自律，其实也不需要这个联名账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跟朋友或跟我们客户在聊的时候，我觉得目的很重要。就你今天要新设立一个新的账户，那这个账户是拿来做什么用？这个很重要，因为联名账户有联名账户的它的用途，所以一旦如果说真的决定好要做这个的话，那你要了解它的利与弊了。那文森，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有没有数据，就在联名账户当中，多少是夫妻，多少是情侣？我们现在联名账户大概每年新开的大概12%，也就100个账户里面大概有12个是联名账户。不过我们的数据显示，很多其实是除了配偶，情侣真的不多，然后其实比较多的是上一辈跟下一辈。就要比如说父母亲跟小孩，他们其中可以去开个联名账户。不过情侣之间确实是比较少。不过刚才你所说的，就是新加坡，我们作为这个国家比较特殊，我们有这个所谓的政府主屋，所以很多在领政府主屋的时候，有些情侣如果他们还没领，当然如果说领证的就是夫妻，他们会去开一个联名账户。不过我看到很多其实也不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多的还是说。父母亲跟小孩去开个那个联名账户，的比较多。这样可以再进一步的问，比如说可能是 BTO， 所以得放在同一个户口，然后过后可能是有孩子的基金啊，然后可能你讲的梦想账户，我们的旅游啊、买车子啊，我们一个共同的目标等等，所以这是这样子一个过程吗？可是有些情侣是夫妻，甚至夫妻还是各管各的钱。其实有很多我这次在上节目之前，我问了身边年纪比较小的表弟表妹们，他们其实很多都没有这个所谓的联名账户，结了婚的，他们其实也没有。不过就像刚才您所说的，他们其实各自都记各自的账，因为我觉得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是，夫妻之间必须坐下来讨论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家里的支出，我们家里的收入，我们该怎么支配，我们用怎么样的方式来经营我们这个小家庭。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冲着一个美好的未来跟憧憬奔去嘛。那方式很多种，不一定说有一种。不过我在这边我是想说，我看到的是，如果夫妻之间有一个人不工作，
特别是女生的话，那我建议他们去开一个联名账户，而且那个就是赚钱的那一方应该往这个联名账户里面放钱。那为什么呢？因为联名账户它其实有一个功能是这样的，就是它有一个所谓的joint account with survivorship， 也就是说这个联名账户在其中，如果说那个赚钱那个突然发生了什么意外，人不在了，他的这个账户另外一方他可以马上使用，那这样的话它不影响整个家庭的运作。这个 joint account with survivorship 是所有的账户都是这样子的方式吗？我举例来说，因为我是听说过亲戚朋友讲说，如果另一半不幸过世的话，赶快去银行把你的钱提出来，因为不然就会很麻烦。就你要给他的死亡证书啊，证明很多东西啊，这个过程最后还是领得了钱，可是那个过程需要一点时间。但如果我们已经联名了啊，我就去银行，因为我不需要两个人的签名嘛，我就一个人先领出来。在 joint account 联名账户里面，其实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 N， 就是 A 加 B 要一起签字钱才能取出来，一种是 A 或 B。签字一起拿出来。那刚才我所说的是，如果这个联名账户是 A 或 B 的话，那如果说 A 是往这个银行打钱的人 ，A 不在了，那 B 能继续在这个账户上去，就是他能继续运用那个资金，他能运用这个资金。对。不过如果他的账户是 A and B， 就是 A 跟 B 都需要在的话，那这个就像你所说的那个，他必须要走那个一定的那个法律的那个流程。开账户的时候要先选好这个。对，所以一般来说，我觉得这些可能是小细节。所以回到我刚才的那个第一原则，用途很重要，对吗？所以刚才我说了，日常要用的这种，你可以开一个联名账户用A 或 B， 对吗？梦想账户，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些所谓的 friction， 就是你要提前的时候要碰到一些阻力。对吗？因为你要知道说，这是为了完成更长远的梦想，对吗？你去买房买车，那 A 跟 B 一起取出来，我觉得会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也是这么多年累积，我结婚有10几年，所以累积下来的这个一些小经验吧。所以可能你自己有很多个账户，有些是 A 或 B， 有些是 A and B。其实如果说到我自己的话，我们两个也没有联名账户，不过我们两个有一个习惯，我几乎每年都会告诉我太太说我的银行账户在哪里，哪个银行，然后我会把我所买的保险全部放在一个抽屉，然后我常跟我太太说，只要有一天你老公不在了，我说你就往这个抽屉打开，里面该怎么做的全都在。我其实比较好奇的就是比例啦，如果说双方要一起开，然后一起投钱进去的话，怎么样的比例会比较好？就是说要大家都50对50吗？还是说可以根据双方的那个薪资，就可能每个人就出一个30%、40%这样子？如果比较快的回答，我觉得因人而异，因人而异。不过我一般会鼓励说，如果有一个梦想账户，就好比如说目的很清晰，你存钱是为了买房子，我建议薪水比较高的那个人按一个百分比给的比较多，因为这能加速大家完成梦想，因为有通胀。所以我觉得你这个金额啊，它如果不是用百分比的话，可能它跑不过通胀。所以我一般会建议说按一个百分比，好比如说你薪水的10%进入这个，那就看谁赚的多。不过实质缴的就按你薪资的多跟少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科学一点。然后至于夫妻俩是不是需要一样的百分比，我觉得这个就交由夫妻跟情侣之间去讨论。不过我觉得最起码你一定要能存下10%到15%的那个薪水，就夫妻之间。然后其他的那个日常用途的再按另外一个百分比放，如果他们要开个联名账户去处理，那再按另外一个百分比把钱放到那个日常用途的联名账户中。所以我这样的理解正不正确？就如果双方薪水差不多，我们就可以50-50。但如果一方是赚特别多，如果我们还是50-50，那个局限就变成哪一个薪水比较低。所以你讲的，它不是一个绝对数，然后你放50，我放50，而是说
我们在我们薪水，好，比如说我可能一个是赚1000，一个赚500，然后他们双方彼此都放10%，那一个人就放100，一个人就放50，那整个账户里面就是多一点钱150，那可能原来是想存100，现在账户里面就150。那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很想问的就是，因为你说是联名账户，就是双方一起的，对吗？对。但如果碰到一些情况，就是比如说其中一方的家人可能住院什么的，突然有一些你需要突然给一笔钱，对吗？就是那可能就是说，其中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从那个账户里面拿那笔钱出来应急什么的？我觉得已经不是这个账户能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特别是亚洲社会，我觉得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就孝排第2。我说如果说家里长辈需要用钱的话，我会拿，而且我是觉得说，能不能从这个联名账户，同样的在结婚之前这些话题都要去聊。所以刚才我们聊到几个账户，我们来分析。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梦想账户，我们有一个自己的账户，我们有一个所谓的联名账户，作于日常的支出。其实我不知道，有些人会有这样的做法。我以前自己有这样的做法，就是我自己会开一个所谓的应急账户。我怎么投这个钱的时候，我其实会往应急里面一定每个月放一笔钱，就是这个确实就是为了应付家里的这些可能预想不到的这种意外。不过我们再把话题带回到整个情侣，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财务规划，包括自己的那个保险，像我们新加坡有很好的那个 Shield， 对吗？我们的那个 MediShield 这些，我觉得都先把这些都安排好。不过家里的发生这种，我觉得夫妻他们自己必须要去协商。不过个人观点，我觉得如果家里老人真的需要这种应急，当然不是因为家里人拿钱去把钱给赌掉这些。如果说是因为医疗这些的话，我觉得我是会从联名账户里面去拿。不过重要的是一定要我觉得夫妻俩是通过协商的。这个话题有它感性的部分因为理性你就可以分得很清楚，可是感性就比如说你另一半的家人生病了，你是要跟他共度患难吗？那是个很个人的决定，没有办法在这里跟说。所以我就说，我们华人有句话嘛，叫清官难断家务事。其实也是，我有时候我职业生涯这么多年，确实碰过有一次，我就在夫妻2个刚好都是我的客户，我就发觉到此时此刻的我不再是代表银行在说话，代表一个人，对吗？其实我也是有父母亲，我也是有太太有子女，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已经是以朋友的身份在，所以我希望说这个能帮到你。所以因为这个话题确实是只有那2个情侣或者夫妻才能自己去找到的答案。如果说我们有那个联名账户什么样的支出你觉得是不应该从那边用的？如果你今天的那个联名账户是为了以后买房，我觉得可以拿去投资，因为这个钱你不会用，你暂时不会用的，对吗？我会把这个钱拿去买，那看你们的风险偏好，那有很多投资的，那让这个钱不要趴在账户，让它钱滚钱嘛，对吗？所以我会拿来投资。不过如果我那个联名账户是拿来用我的日常的话，我不会做太多的那个投资，因为这是为了你的日常。因为你讲的你的梦想账户是它的用途是什么嘛？比如说是这个是买房子的、买车的，你基本上拿来旅游，就是它的用途要明确。是，我觉得用途要明确。我觉得人是这样的，如果你把它全部都混在一起，有时候你会不知不觉的可能会去想说，我要不要拿这个钱来做其他的，然后就会抛出你问的问题。所以我刚才说，情侣之间你要有那个我们讲 discipline。就是这个纪律，说我们真的要去买这个房子，我把这个钱放进里面了之后，我尽量把它，我不是说锁死，就让提前的时候它有一些障碍，你们才会有这个所谓的纪律，把这个钱给存下来，对吗？然后日常的，我觉得一般都是通过夫妻协商。不过我觉得比较好的是，各自从各自的账户里面去花那些其他的。可是你说的就是你会建议，如果是那个买房子的账户，可以拿来做一点投资嘛，对不对？但是就带出了那个投资理念要相同啊，就怎么投资啊，谁负责？如果亏钱怎么办？所以如果他联名账户，刚才我说的是 A 加 B，
要两个人，那这两个人就会通过这个过程，更好的去彼此了解自己的那个风险癖好跟能承受的风险。不过 A 跟 B 里面一般来说，它会有所谓的一个 main， 就是一个主的那个，最一般会以那个的风险承受能力为主。不过比较重要的是夫妻之间一定要通过协商。所以我为什么说除了 A 加 B 还有自己的账户以外，就是你可以要投资可以用自己的那个账户，然后通常这种要买房的目的性比较强的，我个人建议是说就不要太激进，对吧？因为钱的用途大家都很明确，那么就不要再去买一些太高风险的那个理财产品。那自己的癖好，反正这些已经落袋为安了。所以我觉得我理财这样，对吗？安家的钱已经在计划当中，我每天运作的钱已经在计划当中。我个人理财，我的那个风险偏好，我就可以稍微调高一些，就让这个去赚钱赚得可能更快一些。不过当然风险可能也会偏高一些。所以我会建议人把自己的钱分成不同的盘。池子，这个池子做这个，这个池子做那个，然后这个好了，我来做这个。因为还是说回到人的本性，其实我觉得人之初性本懒，就是说跟性本贪，我们会选一些比较方便的法门来解决眼前的问题，所以就通过这种方法跟方式，会更好的让你去理财，那么更好的去帮助到这整个家庭。如果你想和另一半讨论理财的问题，却不知道从何说起，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是的，我们很期待听到你们的故事，你们的经验也很可能可以帮到别人。刚刚说了，如果是情侣，因为情侣还没有结婚嘛，就是没有一些法律的那些约束，所以如果说我们就是去开一个 joint account 的话，我们需要签一份协议吗？就是说以防万一真的以后分开了、分手了，那里面的钱要怎么分，对吗？这个协议有法律约束吗？有法律？如果彼此双方已经说好，你可以去签。不过这文件银行它没有这样的要求说你需要，你开辟账户就是两个人去开联名。那刚才我说的，这是共有，所以我一般建议是说，情侣不需要开这样的账户，因为我觉得等关系比较确定了，就是已经要成家了，那可以再去开这个账户。而最好的节点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拿到新加坡的那个政府组，或大家已经决定去领证了啊，只是此刻因为家里所需，那再去建立这样的联名账户会更好一些。在交往的时候跟结婚的时候，我们的理财的对话又是不一样的，我们讨论的一些内容又不一样了。那结婚前跟结婚后，比如说像是公积金、像是保险、像是遗产规划，他们要怎么讨论呢？有什么法律上面的关系的不同吗？因为我们国家其实对婚姻，觉得是件大事，大到如果一个人在结婚前，他如果公积金，他之前已经立了受益人，或者他在结婚前已经立了份遗嘱，在他结婚的时候，其实他的受益人跟这份遗嘱的受益人就已经失效。也就是说，如果他想按照他原来的分配再分配的话，他得重新再到公积金局去重新设立受益人，他的遗嘱要重新再抄拟一份。因为在他结婚的时候，其实他的配偶已经是自然的受益人。其实很多人忽略到这一点。那如果我们再往前拉一点，不幸的他们离婚了，那其实这个并不改变他原来在结婚时所发生的变化。也就是说，离婚了之后，他的受益人公积金依然是他的前妻或前夫。那他的那个遗嘱也需要去所谓的去更新，所以这个我倒是觉得年轻人需要注意的。不过当然我们往好的去想，女方其实或者说配偶在结婚的时候其实是得到了应该说很好的保障，因为就确保说结婚后男方或者女方他们的那个资产能
用于建立这个家庭，特别是在如果另外一方不在的时候。如果我们要给年轻人总结共同理财一个忠告，你会对他们说什么？提前开始，而且尽早的把自己的所谓的保障跟这些规划做好，然后尽快跟尽早的提前做投资，让钱也帮你打工，而不是只靠你自己的身体在打工。感谢 Winston 今天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讨论让我想到了，有时候情侣之间不一定是输在没有感情、没有爱，而是有些事情没有谈好，尤其是理财的部分。是的，所以我们就说理财你要谈得越早，感情就可以走得越远，对吧？如果你身边也有人正在烦恼要不要跟另一半一起理财，不妨把这一集的内容分享给他。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们情侣之间遇到的理财问题是什么？对本期内容或是其他财经课题感兴趣，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我们要感谢大华银行集团个人财务服务部富裕客户群主管林培峰 Winston， 谢谢你，谢谢 Winston。本期节目主持詹敬和、肖子慧，编导王文义。今天的播客在新报业媒体 Studio Plus 65录制。理财万事通可以在联合早报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理财万事通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请咨询专业顾问。节目可以在 YouTube、Spotify、Apple 和早报找到。欢迎点赞、分享我们的内容，并开启通知，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更新。